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健康危机，那就是糖尿病前期。你或许听过糖尿病，但糖尿病前期这个词对很多人来说还很陌生。然而，它正悄悄影响着数亿人的健康。想象一下，有一天你去做例行健康检查，医生告诉你，你的血糖值比正常稍高，但还达不到糖尿病的标准。这种状态被称为糖尿病前期。你也许会想，还不是糖尿病嘛，应该没什么大碍吧？但事实真是如此吗？我们将深入探讨以下问题：糖尿病前期究竟意味着什么？要怎么改善？糖尿病前期会自己好转吗？有哪些症状？距离发展成真正的糖尿病还有多久？以及糖尿病前期不能吃什么？什么是糖尿病前期？简单的说，它是一种血糖高于正常但尚未高到糖尿病程度的状态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空腹血糖应该在较低的范围，一般低于 5.6 马某，饭后几小时内血糖也会降回正常。如果检查发现空腹血糖介于正常值和糖尿病诊断标准之间，或者糖化血红蛋白在 5.7% 到 6.4% 之间，就属于糖尿病前期。换句话说，你的身体已经拉响了血糖失衡的警报，但还没严重到被正式诊断为糖尿病。这就好比在悬崖边缘及时停下了脚步，再往前一步就是糖尿病的深渊。糖尿病前期背后发生了什么？其核心问题在于胰岛素阻抗和胰岛素分泌不足。胰岛素是胰脏分泌的一种荷尔蒙，负责把血液中的葡萄糖，也就是糖分，引导进入身体各处的细胞去提供能量。我们可以把胰岛素想象成一把钥匙，细胞表面的受体就是锁，钥匙打开锁，葡萄糖才能进入细胞被利用。然而，现代人饮食中糖分含精致碳水化合物摄入过多，加上运动量不足，很多人的细胞锁孔变得不灵敏，甚至生锈了。这就是胰岛素阻抗。当细胞对胰岛素不再敏感，胰脏只好制造更多胰岛素，把音量调大，企图用更多的钥匙来打开生锈的锁。一开始这或许奏效，血糖勉强维持在正常范围，但其实胰岛素水平已经远高于常态，身体一直处在超负荷运作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胰脏也会感到疲惫，分泌胰岛素的能力开始跟不上需求，于是血糖逐渐升高，最终就滑入了糖尿病前期。简而言之，糖尿病前期是身体给我们亮起的一张黄牌警告，它在告诉我们，再这样下去，胰脏就快撑不住了。如果不加以改变，血糖很可能会节节升高，终有一天达到糖尿病的程度。为什么现代人这么容易进入糖尿病前期？原因离不开我们的生活方式。从前物质缺乏的年代，人们劳动强度大，饮食清淡天然，很少暴饮暴食，糖尿病是相对少见的富贵病。但在现代社会，食物极大丰富，精致面粉、大米、含糖饮料、甜点随处可得，我们的味蕾享受着前所未有的甜蜜，同时也给胰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负担。再加上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，吃进去的大量热量无法充分消耗，身体逐渐发胖，特别是肚子上的赘肉增加，内脏脂肪囤积，这些都会进一步削弱胰岛素作用的效果。遗传因素也扮演一部分角色。如果家族中父母或兄弟姐妹有人患2型糖尿病，你罹患糖尿病前期的风险会更高。此外，年龄增长也是一个因素。40-50岁以后，胰脏功能往往逐渐下降，更容易出现血糖问题。对我们亚洲人而言，即使体型并不肥胖，也可能存在所谓的隐性肥胖，意思是看起来不胖，但体内脂肪，尤其腹部脂肪比例过高。这种情况下一样容易出现胰岛素阻抗，进入糖尿病前期。总的来说，遗传我们无法改变，但饮食、运动等后天习惯却掌握在自己手中，而正是后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决定了我们的血糖命运。了解了原理，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身体内部，看看在糖尿病前期阶段，身体里正发生一场怎样的战斗。试想你的血液是一条高速公路，葡萄糖分子就像一辆辆小汽车，要驶出高速公路，离开血液，进入城市，细胞才能被利用。胰岛素就是指挥交通的交警，负责引导这些葡萄糖汽车从出口顺利驶离高速。
然而，当我们长期摄入过多的糖分和热量，细胞的出口开始变得迟钝狭窄，许多车辆不听指挥，开始在路上滞留，这正是胰岛素阻抗的缩影。面对越积越多的车流，身体调派更多交警，也就是更多胰岛素，试图维持秩序。一时间，高速公路上交警数量暴增，他们拼命吹哨，挥舞指挥棒来指引车辆通行，体内胰岛素水准也一路飙升，好让糖分设法进入细胞。可这种非常状态不可能长久持续。一方面，如果不减少上路的车辆数量或拓宽出口，道路最终还是会被堵塞。另一方面，交警们终究会精疲力尽。糖尿病前期就处在这场战役的中盘，糖分车潮开始有失控的迹象，但高速公路还未完全堵死。此时如果能采取行动，比如减少上路的车辆数量，控制糖分摄入，拓宽出口通道，运动让细胞对胰岛素更敏感，交通还有望恢复顺畅。但如果任由事态发展下去，等到交警体力耗尽撤退，高速公路车满为患，动弹不得，血糖长期居高不下的局面就会真正到来。那一刻起，糖尿病也就正式降临了。糖尿病前期有什么症状？令人棘手的是，糖尿病前期通常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，大多数人在血糖略为偏高的阶段并不会感觉到特殊的不适，因此很多人往往是在体检时才意外发现自己的血糖出了问题。这也是为什么糖尿病前期被称为沉默的杀手，因为它潜伏而不易察觉，但有些迹象还是可以作为提醒，比如体重增加，尤其是腰围变粗，往往是身体发出的早期警报。当腹部脂肪堆积，你对胰岛素的敏感度很可能已经降低了。另外，有一种叫做黑棘皮症的皮肤现象，有时会在胰岛素阻抗明显的人身上出现，表现为颈后或腋下的皮肤褶皱处发生暗沉，略为增厚的绒毛状改变，看起来像皮肤没洗干净似的一圈黑环。如果年纪轻轻就出现这种皮肤变化，往往意味着胰岛素长期过高，这是糖尿病前期的潜在警讯。还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饭后特别容易犯困、疲倦，或者偶尔出现口渴、尿多的情况，但这些症状通常不明显，也不具有特异性，因为很多其他原因也可能让人感到疲倦或口渴，所以我们不能仅凭感觉来判断是否处于糖尿病前期。定期的健康检查、验血糖才是唯一可靠的方法，特别是当你本身有高风险因素，例如肥胖、高血压、血脂异常，或直系亲属中有糖尿病患者，就更应该主动筛查。毕竟糖尿病前期的诊断给了我们一个宝贵的提前量，让我们可以及早采取行动。糖尿病前期多久会变成糖尿病？如果不采取行动，可能短短几年内，糖尿病的大门就会向你敞开。根据统计，每年约有 5% 到 10% 的糖尿病前期患者会发展成2型糖尿病。乍看之下似乎不算太高，但别忘了这是每一年的累积风险。例如，有研究显示，大约1/3的糖尿病前期者在5年内会发展为糖尿病。如果把时间拉长，更是惊人。20年都不改变生活方式的话，超过90%的人最终会演变成糖尿病。换句话说，糖尿病前期并不是一个可以长期停留的安全地带，而更像是一条通往糖尿病的下坡滑梯。你不踩刹车，它就会一路滑下去。而且，不仅糖尿病正在步步逼近，当血糖长期高于正常时，即便尚未达到糖尿病的标准，也已经开始对身体造成一些悄然的伤害。研究发现，糖尿病前期的人罹患心血管疾病，比如心脏病、中风的风险明显高于血糖正常的人。高血糖就像细小的砂石，不断流经血管时会轻微损伤血管壁，久而久之容易引起动脉硬化，甚至在糖尿病前期阶段，已有部分人的眼睛、肾脏、神经出现了非常轻微的受损迹象。举例来说，一些糖尿病前期患者在检查时会发现眼底的微血管有些细微改变，或者尿液中出现微量的白蛋白，这其实是肾脏受损的早期信号。虽然这些变化通常还不严重，不会引起明显症状，但它提醒我们，高血糖对身体的危害其实早在糖尿病正式诊断前就已经开始了。所以千万不要抱着还没到糖尿病就不用管的侥幸心理，
相反，我们应该庆幸自己提前得到了警示，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积极改变。糖尿病前期会自己好转吗？不改变生活习惯的话，基本不会好转。但是只要采取正确的措施，我们仍然有很大的机会把血糖拉回正轨。换句话说，糖尿病前期就像一个分岔路口，一条路通向糖尿病，另一条路则有机会重返健康。许多科学研究和临床试验都已经证明了及时干预的价值。透过生活方式的调整，可以大幅降低糖尿病前期恶化为糖尿病的风险，甚至让相当一部分人的血糖恢复正常。那要怎么改善呢？首先，对于绝大多数处于糖尿病前期的人而言，减轻体重是改善血糖最有效的方式之一。尤其当你有过重或肥胖问题时，脂肪不仅仅是能量储存，过多的脂肪组织还会干扰荷尔蒙平衡，让身体对胰岛素的反应更加迟钝。特别是腹部脂肪过多时，胰岛素阻抗的程度往往更严重。因此，减少身体脂肪含量相当于在替胰脏减轻工作负担。研究显示，即使只减掉体重的 5% 到 7%， 对于80公斤的人来说，相当于减重4到6公斤。胰岛素敏感性和血糖控制都会明显改善。曾有一项著名的美国糖尿病预防计划研究，让一组糖尿病前期患者透过饮食与运动进行减重，平均减掉约 7% 的体重。结果发现，他们演变成糖尿病的风险降低了将近 60%。这个成果甚至比某些降糖药物的预防效果还要好。也就是说，生活方式的改变往往胜过药物，至少在糖尿病前期阶段是如此。在饮食方面，一言以蔽之，少吃糖和精致淀粉，多吃天然未加工的食物。糖尿病前期不能吃什么？总的来说，有几类食物是最好严格限制甚至避免的。含糖饮料，例如汽水、奶茶加糖果汁、能量饮料等，这些饮料里含有大量的添加糖，喝下一瓶等于吞下一堆糖块，简直像在往血管里倒糖水，会让血糖瞬间飙升，而且液体的糖分不会带来饱足感，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摄入过多热量。对于糖尿病前期者而言，含糖饮料能不碰就不碰，口渴时请以白开水、无糖茶饮或黑咖啡来代替。如果觉得白水太无味，可以试试气泡水加一片柠檬或几块水果来增加风味。总之，一定要避免任何添加糖的饮品。精致碳水和甜食指的是那些经过高度加工，去除了大部分纤维和营养的淀粉类或高糖食品，比如白米饭、白面条、白面包以及蛋糕、饼干、糖果、甜甜圈等。这些食物在消化道中会被快速分解成葡萄糖，导致血糖急剧上升，其中甜食更是含糖量惊人，会让胰岛素承受极大的压力。处在糖尿病前期，就应该对甜食说不。偶尔嘴馋想吃点心时，可以选择用天然代糖制作的低糖甜品，或者干脆以一小把坚果、一点无糖优格、半些水果来取代蛋糕饼干。至于主食，并不是说完全不能吃米饭面条，而是要注意控制分量并做出替换，比如用糙米、燕麦、全麦面包、红薯等富含纤维的碳水来替代部分白米白面，多吃蔬菜和蛋白质，减少精米精面在一餐中的比例。如此一来，餐后血糖上升的比较缓和，胰岛素的负担也会减轻很多。油炸和高脂肪的加工食品，例如薯条、炸鸡、薯片，以及加工肉类如培根、香肠、火腿等，前者往往同时富含不健康的油脂和精致碳水，热量密度极高，长期大量摄入很容易导致肥胖并加剧胰岛素阻抗。后者则含有过多的盐分和饱和脂肪。研究发现，经常食用加工红肉也与糖尿病风险增加有关。这类食物能少吃就少吃，取而代之，我们可以用富含优质脂肪的坚果、酪梨、牛油果、橄榄油等来适量替代部分油炸食品，用新鲜的瘦肉、鱼肉、鸡胸肉等来替代加工肉类。总之，饮食越天然，越接近原型，营养越均衡，对血糖控制就越有利。很多人可能会问，难道糖尿病前期就一点甜的都不能碰吗？这样人生还有什么乐趣？其实并没有那么严苛。一旦你的血糖稳定下来，
偶尔在特殊场合尝一小块蛋糕也未尝不可。关键是要有节制，并且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遵循健康的饮食模式。当你的味蕾逐渐适应了清淡少糖的饮食，再回头尝试以前那种高糖的饮料和甜品，说不定你会发现甜的发腻，反而没那么爱吃了。接下来谈运动。运动对于改善糖尿病前期的重要性，怎么强调都不为过。当你运动时，肌肉会大量消耗葡萄糖作为燃料，这等于直接帮助降低血液中的糖分，而且这种效果在运动结束后还能持续一段时间。更棒的是，规律运动可以提高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，从根本上减轻胰岛素阻抗。每周至少5天，每次约3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，是公认对健康有益的目标。你可以选择快走、慢跑、骑车、游泳、跳舞等任何自己喜欢且方便进行的有氧运动方式，只要能让心跳加快，微微出汗，就是有效的有氧运动。刚开始时不必给自己压力过大，循序渐进很重要。例如第1周每天快步走15分钟，第2周增加到20分钟，逐步养成习惯。除了有氧运动，每周2到3次的力量训练，例如伏地挺身、哑铃练习，也建议加入计划，因为增强肌肉可以提高身体的基础代谢率，对长期血糖管理大有裨益。很多研究显示，有氧加抗阻力相结合的运动对预防糖尿病的效果最佳。不过对初学者而言，最重要的是选择自己喜欢并且能长期坚持的运动方式。与其定一个无法长久执行的高强度计划，不如将运动融入日常琐碎之处，比如选择步行上下班或者多爬楼梯，周末约上朋友一起打球或健走等，让身体动起来并且乐在其中，才能持之以恒。除了饮食和运动这2大支柱，我们还要注意其他生活细节对血糖的影响。首先是睡眠，充足的睡眠对维持激素平衡非常重要。睡得太少会让身体长期处于压力状态，分泌更多让血糖升高的荷尔蒙，比如皮质醇。长期睡眠不足的人更容易出现腹部肥胖和胰岛素阻抗。相反，保证每晚7到8小时的高品质睡眠，有助于控制体重和血糖。所以，如果你经常熬夜，从今天开始试着早点上床吧，这也是在为你的胰脏储备能量。再者是精神压力，现代生活节奏快，压力大，紧张焦虑时，身体会释放一些激素，让血糖上升。短期来看，这是正常的生存机制，因为身体在压力下会做好战斗或逃跑的准备。但长期慢性的压力会让血糖调节机制紊乱，因此学会疏解压力对血糖控制也很重要。每个人减压的方法可能不同，你可以尝试冥想、瑜伽、深呼吸，或者听音乐、散步，培养一个让自己放松的兴趣爱好。任何能让你身心舒缓的事情都好，心情放松了，对血糖的稳定只有好处，没有坏处。最后我们谈谈药物。目前并没有哪种特效药可以直接治愈糖尿病前期，但某些药物可以用来帮助降低其向糖尿病恶化的风险。其中最常使用的是2甲双胍。2甲双胍是一种服用多年的经典降糖药，它能减少肝脏制造葡萄糖的量，同时提高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。一些大型研究建议，对于 BMI 较高、年纪较轻而又无法透过生活方式成功改善的糖尿病前期患者，可以考虑在医生指导下使用2甲双胍来预防糖尿病。不过请记住，药物只是辅助手段，良好的生活习惯才是根本。很多人想寻找一颗灵丹妙药，觉得吃了药就万事大吉，但现实是没有捷径可走。在药物的同时，更要严格执行饮食控制和规律运动，千万不要本末倒置。经过这一连串的努力之后，糖尿病前期真的能逆转吗？答案是大有可能。实际上，不少人在改变饮食、增加运动、减轻体重之后，成功让偏高的血糖降回了正常范围。我们身边可能就有这样的例子，有人原本血糖已接近糖尿病的门槛，但透过半年多的努力减重10公斤，饮食作息全面调整，1年后在检查时发现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都降回了正常值，完全摆脱了糖尿病前期的阴影。对这些成功案例而言，糖尿病前期反而成了促使他们下决心改变生活的契机。
可以说是这个及时响起的黄牌警告，最终挽救了他们的健康。更令人鼓舞的是，逆转糖尿病前期不仅仅意味着远离糖尿病本身，还能带来其他健康红利。最近一项国际研究发现，如果糖尿病前期患者通过生活方式改变让血糖恢复正常，那么他们未来发生心肌梗塞、心力衰竭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将大幅下降。长达20年的追踪数据显示，相较于那些血糖持续偏高甚至发展成糖尿病的人，血糖逆转恢复正常的人，日后因心血管疾病而死亡或住院的风险降低了约 50%， 整体死亡率也明显下降。这无疑再次强调了提早干预的重要性。透过努力将血糖拉回健康的区间，我们不仅在躲避糖尿病，还可能在预防一系列严重疾病。这就好比在错误的轨道上及时搬动了转折器，让疾驰的列车重新驶向安全的方向。说到底，糖尿病前期对我们而言并不是一道最终判决，而是一记警钟。这声警钟提醒我们该立刻做出改变，为自己的未来健康负责。如果置之不理，糖尿病及其可怕的各种并发症也许会在未来某天突然降临，让生活品质直线下降。但如果我们现在就开始行动，掌控自己的饮食和生活方式，我们完全有机会避免那样的结局。可以说，糖尿病前期是一个危机，也是一次转机。透过它，我们及早看到了身体发出的求救讯号，从而有时间去扭转命运的轨迹。对许多人而言，这仿佛是健康在悬崖边拉了我们一把，让我们有机会退回安全地带。当然，要彻底改变多年养成的习惯并不容易。一开始控制饮食时可能会很难受，因为你的口味早已习惯了高糖高油的刺激。刚开始运动时可能觉得很累，甚至中途难免有懈怠想放弃的时候。但是请记得，你现在所做的努力，最终受益的将是你自己。或许你可以想一想家族中那些因糖尿病而遭受的痛苦，想一想自己未来绝不想面对打胰岛素、洗肾、失明甚至截肢的场景，这些都能化作你坚持的动力。而其实改变没有想象中那么痛苦。当你挺过最初的几周并养成新的习惯，你的身体会逐渐适应清淡少糖的口味，运动也会让你感觉精力更充沛，睡眠更香甜。慢慢的，你会发现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竟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轻盈与舒适，甚至比过去大吃大喝又缺乏锻炼的日子更令人满足。在全球范围内，糖尿病前期人群的激增已经引起了公共卫生领域的高度重视。许多社区开展了糖尿病预防项目，一些国家对含糖饮料征税，在学校推广营养教育等，也是希望从环境和政策层面帮助人们更容易地做出健康的选择。但最终，真正能改变你健康轨迹的，还是你自己。无论外部环境如何，我们对自己身体的责任永远掌握在自己手中。总而言之，糖尿病前期并非不可逆转的命运宣判，更像是一封来自身体的勒令整改通知书。在这封通知书中，身体列出了我们生活方式的问题清单，也给出了改善的最后期限。如果我们听从了这个警告，开始健康饮食、适当运动、控制体重，我们就很有希望撤销这张罚单，让身体恢复正常。但如果我们置之不理，最终等待我们的就可能是糖尿病正式来临时那一纸沉重的判决书。所幸现在一切都还来得及，我们完全可以把糖尿病前期当作人生转折的契机，用行动证明自己的决心。让我们以乐观而坚定的态度面对它。从现在开始，照顾好自己的饮食，让身体动起来，调整好生活节奏。也许在不久的将来，你就会惊喜地发现，曾经偏高的血糖指标降下来了，腰围缩小了，整个人精神焕发。下次再去体检时，当医生告诉你血糖已经恢复正常的那一刻，你会由衷地为自己感到骄傲。即使血糖还没有完全达标，也不必气馁，因为每一点改进都在帮助你的身体减轻负担，延缓糖尿病到来的脚步。记住，糖尿病前期不是疾病的终点，而是健康的拐点，方向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。现在就下定决心，调整生活方式，给未来一个满意的交代。你的胰脏会感激你，你的心脏和肾脏会感激你，
将来的你也一定会感激现在努力改变的自己。让我们把危机变成转机，远离糖尿病的阴影，迎接更健康的明天。